这是火影里堪比佩恩神罗天征的禁术，一个白发老人结印，释放出了一股巨大的气流，剧烈的冲击将整个村子夷为平地。这就是土蜘蛛一族的禁术。曾经的一之行者靠此术名震天下，三代火影认为此术过于可怕，将其列为禁术，并且承诺世世代代保护不再使用此术的土蜘蛛一族。如今一之行者去世，他的孙女萤就成了禁术的继承人。深夜，土蜘蛛一族的根据地遭到攻击，很显然敌人是冲着禁术来的。萤的护卫将消息传递给了木叶，并且让泡沫，也就是六尾的人柱力羽高保护萤前去一族的村庄躲避。与此同时，纲手也派出了第7班去支援土蜘蛛一族。当鸣人等人来到根据地时，只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守卫，他告诉鸣人萤的去向，而鸣人找到萤时，误将身边的羽高当成了敌人。鸣人用分身包围了羽高，羽高则召唤出了无数泡沫，触碰到泡沫的分身瞬间缺氧消失。鸣人本体成功发动偷袭，在关键时刻，萤阻止了鸣人。赶来的木叶众人明白这是一场误会，当年羽高被村子追杀，是萤和他的护卫出手相救，从此羽高就成了萤的半个师傅，负责保护萤。这次第7班表示要和羽高一起保护萤，而羽高却异常冷淡，看到萤有人保护，就这样坐着自己的泡沫飞走了。第2天，第7班保护萤踏上了返回村庄之路。因为羽高的离开，萤耍起了大小姐脾气，表示不需要护卫，甚至还对跟踪自己的鸣人大打出手。接下来第7班的配合将告诉你撩妹时的僚机有多重要。看到佐井的操作就懂了，佐井利用超兽伪化不停地制造山治，果然女生都是怕这些软软的生物的，成功让鸣人留在了萤的身边保护。而此刻羽高在森林中被噩梦惊醒，他梦到了自己被师傅囚禁，似乎师傅要从自己身体中窃取某些力量。忽然森林中传来的声音，原来是之前袭击根据地的追兵。羽高知道他们是冲着萤来的，召唤了无数泡沫牵制，而4人将羽高包围，随之发动了一阵紫色的结界，闪光剧烈的爆炸。难道羽高就这样被杀死了？鸣人这边，他将萤安全送回到了村子，可是村子里的人表情都怪怪的。村长露出了比佐井还假的微笑，加上萤的欲言又止，让鸣人明白这个村子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深夜，萤被村长带到了房间，而等待他的竟是白天的追兵。原来村民们为了保命出卖了萤，他们在萤身上搜到了一个卷轴，而卷轴中并非禁术，而是提前设置好的起爆符。爆炸给了萤逃走的机会，他跑进了森林，可萤毕竟不是专业的忍者，很快被4人众追上，一招迷死他爸，打翻了眼前的男人。可一个小女孩哪里是4个忍者的对手？正当其中一人准备对萤出手时，远处飞来了一把苦无，打掉了男人手里的苦无，竟然是羽高。身为6尾人柱力的他果然没死，他抱着萤离开。当4人众再次准备使用结界时，羽高反向操作，借力跳出了结界外，在泡沫的掩护下成功逃走。第2天，萤从睡梦中醒来，他和羽高乘着泡泡在森林上空飞行，泡泡缓缓落下，萤也向羽高坦白了自己的秘密。他露出了后背，羽高急忙捂住双眼，而下一秒仿佛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。正在这时，周围凝聚起了浓雾，紧接着天空开始下雨。羽高明白这不是普通的雨，而是犹如利刃一样可以划破自己泡沫的雨。这次出现的是雾隐村的暗部，他们抓走了萤，逼迫羽高就范。羽高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，但身体还是出卖了他对萤的感情。即便是受到电刑，羽高还是没有做出任何反击。关键时刻，第7班出手相助，为了保持木叶和雾隐的关系，双方达成合作，雾隐暂时不会对羽高出手。而从雾隐暗部的首领处也得知，当时羽高的师傅并非为了杀死羽高获得他的力量，而是不愿意看到羽高痛苦，想要将羽高和尾兽分离，结果却激发了羽高体内的尾兽，误杀了师傅。这也是羽高一直不愿意让萤叫自己师傅的原因。羽高虽然不相信，但对师傅的仇恨似乎也没有那么深了。雾隐和木叶达成共识，雾隐撤退，而木叶带着羽高和萤先去根据地找小樱会合。这时萤却受伤昏倒了，原来是刚才的战斗误伤了萤，导致伤口发炎，因此鸣人也发现了萤背后的秘密。原来萤的爷爷将禁术封印在了萤的身体中，并且留下了可以取出禁术的卷轴。大家一致认为，只要将禁术取出、摧毁，就可以保护萤。
但嬴并不想放弃爷爷的禁术，他想起了一个叫做白浪的人。白浪为人正直，具有超高的天赋，也是托付禁术的最佳人选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白浪就在不远处偷听，而白浪也是盗贼4人众的首领。次日，鸣人开始疯狂寻找白浪，而雾隐村的暗部则在监视着羽高。只是他们在森林中发现了更可怕的生物。另一边，鸣人找到了白浪，结果眼前的白浪竟然是假的。盗贼4人众提前设置了束缚陷阱，鸣人在结界中被封锁了查克拉。关键时刻，羽高赶来打破了结界，而鸣人忽然外泄的9尾查克拉也吓跑了4人众。此刻，真正的白浪找到了嬴，他编造了一个童年丧父、被迫背井离乡的谎言，他成功欺骗嬴回到了村子。此刻的白浪原形毕露，他告诉嬴，当年他就是为了禁术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并且在嬴身上种下了一个操字，从而控制嬴的身体。当鸣人和羽高追寻足迹来到村子后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看似天真的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厉害了，第一次见鸣人就送了一张起爆符，所谓有烟无伤。而烟雾散去，鸣人羽高已经被村民包围。这个村子有多可怕？每个人脸上都写了一个操字。原来整个村子的人都被白浪控制，鸣人羽高没办法对无辜的人下手，被村民追着打。关键时刻，木叶的支援到了，左景用墨汁遮住了村民的眼睛，大河则用木盾将村民暂时困住。大河用木盾将人群和鸣人羽高分割，让鸣人羽高去救嬴，其他人负责牵制村民和4人众。在白浪的秘密基地，他解开了嬴的外衣，嬴后背的禁术触目惊心，血管膨胀布满全身。他用土蜘蛛一族的术士解开了嬴的封印，将周围大量查克拉灌输到了嬴的体内，而这过程却很漫长。鸣人和羽高赶到时，禁术还没有解封成功。看到嬴被当成了禁术容器，鸣人羽高愤怒地冲上前，却被白浪在身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操字，二人身体顿时无法动弹。白浪再次走到嬴面前，准备解开这堪比神罗天征的禁术，然而他却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一个泡泡，随着一声爆炸，白浪被炸退了，而鸣人和羽高身上同时浮现出了橙色的查克拉，他们冲破了写着操字的封印。鸣人用分身佯攻打飞了白浪，但嬴却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开自缚术。白浪操控了嬴的查克拉，召唤了堪比神罗天征的禁术，金色的咒印在嬴周围出现，随之产生剧烈爆炸。转眼间，周围被夷为平地，鸣人和羽高也被打伤。鸣人艰难地爬了起来，他再次召唤嬴分身佯攻，白浪召唤火圈围住了自己和嬴，而羽高的泡沫幻化成了手铐，暂时控制住白浪结印。挣脱了束缚后的白浪也发现，不停地吸收自然之力的嬴竟然不受控制了。看着失控的嬴，白浪落荒而逃，鸣人前去追捕，而眼前的嬴已经被光芒笼罩。看着眼前无助的嬴，羽高想起了自己的师父，或许曾经师父真的是为了帮助自己分离尾兽，保护自己。他走进了嬴的光束中，进入到了嬴的精神世界。这里的嬴独自一人在哭泣，羽高紧紧地抱住了嬴，并且承认了嬴是自己的弟子。巨大的光束被羽高的完全体尾兽化包裹，嬴控制了禁术，羽高也掌握了尾兽之力，而白浪也被鸣人的分身打败。最终嬴得到了村民的认可，而羽高表示自己处理完村子的事，就会和嬴一起修行。然而当羽高寻找雾隐暗部时，迎接他的却是真正拥有毁天灭地力量的男人。最终羽高被佩恩六道打败，而嬴永远也等不到他的泡沫大人了。